燕西啊，我不愿意编造你的身份去骗他们，再等等，等时机合适了再让他们知道，好吗？听你的。我看那些话本子里，常有因为一句误会便分开的。其实坦然些，早些说明白不就好了？是啊。那你有什么实话要同我说吗？其实我不是太喜欢吃甜的。其实我也喜欢安静待着，不喜欢听人说话。行，那我以后少说话。哎，终究是跟秦二贵停战了。终究是要为孩子着想的。不过说心里话，他对李哥还真的是不错。哎，三舅母，三舅母，哎呀，三舅母，虽然你这是怎么了？三舅母起来再说。你快救救我娘吧！你娘怎么了？我娘，我被打的，打得快活不了命了。那个畜生！哎呀，随安，你这么大个小子，你就不能替你娘打回去吗？哎呀，你别这样！终究是他亲爹，哪有儿子打爹的道理？那这也没有打死夫人的道理吧？随安，起来，我跟你回家去，走。哎呀！出什么事了？显儿又被那个姓杨的打了。我去他们家论理，那畜生跟我唱空城计，说是去了什么诗会喝酒，家里打得烂糟糟的。那三婶既然去了，就应该把二姑母接回来。你不提这茬啊，我还不生气呢。贤儿那个没主心骨的，我让他回来，他死活不肯，说什么家丑不能外扬，无缘无故的回到娘家来过夜，若是传出去，随安也做不了人了。这话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她一个外嫁的女人，总不能一直在娘家待着吧？就算我们几个能照顾她个3日5日的，可她终究还是要回去的。贤儿也是这么说，避得一时，待回去了，又要被那个姓杨的打个半死了。我都气急了，我想硬拽着他回来，他可好，摆出一副要寻死的模样，说什么我再逼他的话，他就一头撞死。他说啊，横竖他都没脸活下去了。随安怎么劝他都没用，我呀，都要气得两眼发昏了。哎，这二姑母要是自己不松口，三婶就是有3头6臂也带不回来。这件事情还是得从长计议。你说我们女人的命，怎么就那么苦呢？那这有什么法子呢？她既然嫁了这样的人，那就是她的命。不过话说，那个姓杨的当初也是老夫人亲眼过目的，看着文质彬彬、人模狗样的，竟然是这样的东西。但是能有人什么办法？也只能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了。不是的，我不认为这是二姑母的命，我也不信命。芷儿，难道你有法子吗？这男人过不下去了可以休妻，那女人过不下去了也可以休夫啊。大姑娘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这女子怎能休夫啊？那不能休夫就合离，大清律法是有合离这一条的，而且没说只能由男子提起。合离？你的意思是让他离开杨家，回到娘家？是啊，那也不至于这样吧。那三婶认为有什么法子呢？我觉得就让燕先生打他一顿，打到他服，让他别以为咱们家是没有男子汉给咱们撑腰的。是，我也想打他一顿，打得越狠越好。那打完了呢？这事就结束了吗？只有让二姑母和随安离开那个家，回到这里来，离开那个魔窟，这才是根本。你说的这是糊涂话，杨家才是姑母和随安的家，咱们这里
最多算是娘家呀。那样不把人当人的地方，也配叫做家吗？但也不能说离就离吧，这样让你二姑母还怎么活呀？难不成要让二姑母被扫地出门，成为笑柄吗？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芷儿，你莫要再说这种吓人的话了，什么合理不合理的，不要再提了。当然要离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就是知道你一定会跟我想的一样。你说，你姑母怕耽误他儿子前途，可你表弟若还有一分人性在，就不会愿意让他母亲在这种人身边待上哪怕片刻。表弟是想让姑母回来避一避，但是和离的事情还没有告诉他，不知道他怎么想。花枝，你也见过我母亲，是，有过一面之缘。王妃对我很好，我倒宁可她从来都不是王妃，哪怕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我。我也宁可她从来都没有嫁给过我父亲。花枝，我也为人子，对我来说，什么都比不上母亲平安喜乐。孙安一定也这么想。快尝尝，这是咸粥，一点都不甜。好。芷儿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再去趟杨家，去就回，你真的要劝你二姑母和离呀？非去不可。我不赞成，你要去你自己去。芷儿，这可是伤阴质的事儿啊。无妨，我自己去也是一样。哎，其实，若你不嫌我越俎代庖，像这等龌龊之人，我大可以让他求死不能，让他再也进不了你姑母跟表弟的身。可是这个事情不能硬来，要姑母自己想清楚了，站起来离开那个男人身边，他和表弟才能光明正大的回家。要不然，就算他们回家了，也经受不住外面的流言蜚语。有道理。你要如何做？我明天要再去一趟杨家，我是去劝姑母的，不会和那杨琪起冲突。但是如果我天黑之前没有回来，恐怕要劳烦您来一趟了。放心。哎呀，哈哈，稀客呀！呀，这稀客临门，本应出门迎候的，还请华大姑娘海涵呐。姑父言重了，是侄女该常来拜访才是，不知姑母怎么样？呀，你来的不巧了。自打岳母大人驾鹤，夫人伤心过度，这身子便一直不自在，懒怠梳妆，实在无法见客啊。这样啊，我既然不知，那我更应该见见姑母了。侄女儿，听姑父一言，还是待你姑母养足了精神，我自会派人到贵府上接你来看她。闺阁女儿似这般独自出门，已有些不妥，不如姑父这就送你回去啊。姑父有心了，只是我今日来是受母亲、神母们之托。祖母大事之后，我们家与宋家的那些纷争，想必姑父也有所耳闻。大家都知道姑母身子弱，怕她听到那些话疑疑惑惑，心里添堵，再加上心病，所以特意请我来一趟，告诉她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好让她宽宽心。如此啊？咦，那你就同姑父说，也是一样的啊。这些话怎么好意思和姑父说呢？姑父，我要是今日没有见着姑母，回去必定会遭长辈们的谴责，大家只会觉得我年纪小，不会说话。到时候大家一起前来拜访，岂不是要大动干戈了？所以姑父就让我见一见姑母嘛，
这都是自家人，也不害怕什么梳妆不梳妆。好，那就这边请吧。啊，多谢。开门吧。姑母，我来看你了。姑父，我同姑母、表弟说几句私房话。也好，夫人啊，仔细身体，别说的太多了啊，伤神。是，官人。侄儿，你何苦又来呢？姑母，您今日得同我回去，不只是今日明日，从今以后长长远远，您再也不要回来了。姑母，花芷读过大清律法，知晓怎么合理。只要您愿意，可以永生永世同那个人再没有干系。合理？这怎么可能啊！娘，合理好，咱就合理吧。儿子是真不能再看您受这种苦了。傻孩子，我要是走了，他该把气撒你身上了。那我就跟您一起走，还不行吗？哪有这样的事？你是他杨家的后啊。况且你的前程要紧。姑母，您让随安每日看着您过这样的日子，他身为人子，心里是什么滋味啊？况且，他就算留在这里，照样要遭他爹的罪。您不必瞒我，我都知道。我也知道你是担心他的前程，举告亲父，不得举孝廉。但这是我站出来为外家的女儿主动举告，同随安有什么干系？他回去了，照样可以上花家的族学，参加乡试，与前程无碍的。娘，石姐姐的办法句句说在我心坎里，莫说无爱前程，别说有爱，我也1000、10000个愿意。娘，您就听芝姐姐一句吧。哎呀，都怪我，那姓杨的根本就不是人，我怎么能让芷儿一个人去呢？不然我去看看吧。哎呀，你别，连芷儿都回不来，你就像个软脚蟹似的，去了还能回来吗？还是我去。小心点儿。姑母，你究竟是担心随安，还是自己害怕不敢离开？随安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就莫拿他来推举了。芷儿，你说的对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蒙着脸，稀里糊涂的过活，是我胆子太小，拿随安当借口吧。我也该醒了。即便叔父他们不在家，咱们花家的女儿一样不能受欺负。你有家，咱们回，万事你莫怕，由我来说。姑父，这门怎么锁了？好侄女儿，我夫人病中烦闷，我想了想，正好留你下来住些时日，陪他们娘俩说说话。姑父何必这般留客？您就算不说，我也想留下来陪姑母的。你先把这锁打开吧。我若是不打开呢？爹，你闭嘴！姑父，我和家里说过申时便回去。我要是不回去，我母亲他们要担心的。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自会料理。
你们且在里面好好的叙旧吧。啊，姑父，行了，侄女儿，咱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教唆我儿背弃祖宗，拐带我夫人私自潜逃，这些我可都听到了。怎么，我们杨家的家事还轮到你一个外人来指点了？那我便承姑父的好意，留下来叨扰几日。只不过我是个外人，终究是要回去的。哼，回去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侄女儿！你我心知肚明，但凡留你这个祸根一日，我杨家便一日不得安宁。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？桂皮街越秀小馆的杨掌柜，正是我杨某人的堂侄。你把他诱骗进花家，绑进柴房的狠辣手段，我可都知道了。我本不欲与你为难的，奈何你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姑父我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。你待要如何？花大姑娘探望姑母，本想小住几日，不料染上了恶疾，一病不起，不日而亡。哎呀，可怜呐，可怜！哎，姑父这计谋如何啊？啊！官人，我不走了，我死也不走了，你让侄儿回去吧，官人。太迟了。爹，你就搁下他回去吧，儿子再也不敢了。同学，老黄，花家的三夫人来了，还有前牌楼的老爷同您约的酒局也该走了。我先去打发了他，待我喝完了酒，再处置他。官人，三嫂，啊，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？侄儿呢？我嘴皮呀都磨破了，一会儿陪笑，一会儿吓唬。那个姓杨的，就是咬死了，侄儿犯了痘疮，说他见不得人，车马也坐不了，得养好了才能回来。天哪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嫂嫂们，我想了这半日，倒是有个主意。快说！当初咱们家的钱财被骗，侄儿找了七秀司，如今若是也能请得动他们，说不定……对，恶人偏怕恶人磨。那姓杨的就是个小鬼，七秀司那群人可是阎王啊！走，我同三嫂一起去。哎呀，你就快别去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先顾好自个儿吧。没事，我自己去。七秀司就七秀司嘛，大不了被打一顿。不是三嫂，我跟你一起去啊。我们一块儿去。好，好，好，咱们一起。秦姨娘，你也去，你最能说。秋姨娘，照顾好玉儿。走，走。他就是个畜生。我若昨夜听了你的话，跟你走，万事皆休。侄儿，是我害了你。孙安，现在是什么时辰？二姐，大约申时3刻。你去把笔墨纸砚拿来。好。姑母，我先将这把和离书写了。哎呀，现在写这个还有什么用啊？他若真想害你，我也不必和离了。我到公堂跟他一决。你想通了就好了。咱们先把和离书写了，其他的再做打算。好。花芷还没回来，多半是遇到麻烦了。等不到天黑了，我现在就去。叶先生，叶先生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林姑娘跟我说，大姑娘被扣在杨家了。我现在过去。你先去七秀司吧，夫人们没法子，去七秀司闹了。让我们进去！不能进去，不行！快走，快走！关起来了！别在那楼上！让我们进去！不能进去！怎么回事？头，他们来告求，说花大姑娘的姑父不让他们回家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咱这儿又不是县衙。我跟他们说，你们把京津衙门七秀司当什么地儿了？县衙都管不着这事儿，结果人家跟没听着似的，接着跟咱闹。不行，这样下去会闯祸的，得想个办法让他们离开。也求求我们进去，让我们进去吧！别吵！让我们进去！起来！求你了，让我们进去吧！让我们进去啊！哎，各位夫人，
怎么样了？叶先生，你也来了。他们七秀司不管我们的事儿。叶先生能来，看来是个重情义的。咱们都是忙晕了，竟忘了咱家也是有男子汉的。哎，只是姑娘被姑老爷扣住了，不让回家。啊，各位放心，我现在就去姑老爷家看看。各位还是回去等我消息吧。哎，燕先生，借一步说话啊。呀，来，我一个亲嫂子去了，杨琦尚且不放人。叶先生是咱们家的武先生，除非他把杨家的人里里外外的打趴下，不然他凭什么把芷儿带出来啊？你说要用拳头去吓唬他2下，那杨琦是不吃这一套的。既然他咬定了芷儿是身子不好，那咱们还能硬搜吗？把杨家里里外外都打趴下，倒也不是什么……哎呀，燕先生啊，双拳难敌4手，你不用内疚啊。只是方才呢，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，来，你们看看。燕先生这身形，越看越像那个谁？像极了，是不是像极了那天那个戴着面具的罗刹鬼？对，要不说还是三夫人眼睛毒呢。你看这身高，这体格。对呀，反正那罗刹鬼戴着面具，谁也不认得。只要燕先生戴上面具，气势拿出来，保管马到功成，我看眼下就只有这个法子了。三嫂，不能再耽搁了，花芷还困在杨家。叶先生，求你了，你要是不开，芷儿就回不来了，求你了。我觉得就这样办吧，救人要紧，你不用紧张，待会儿我手把手的教你怎么演。已经到了约定的时候，燕西绝不会失约的，可别出什么事了。芷儿，哎，诸位夫人，我们家郎君刚赴宴回来，还没换衣裳呢。他来了，哎呀，嫂夫人们，你们怎么都来了啊？这一个个的。没用的，杨琦根本就不怕他们。郎君，七秀司的茶子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上门来了。七秀司？七秀司怎么也来了？姑母莫慌，也许事情有转机了。这位官爷，小的姓杨名琦，一介布衣，不知官爷所来何事啊？你就是这儿的家主啊？正是。救命啊！快放我们出去！救命！芷儿，救命啊！救命！你们没事吧？官爷，您这是做什么啊？跪下！啊！七秀司接到密告，说此处已有歹人出没，我特来查验。这是无稽之谈啊！这都是我们家女眷。我举告，这宅子里确实有歹人。哎，大侄女儿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啊！七秀司查的都是大事，你不能乱说的。歹人就是他，囚禁良民，殴打妇孺，他们2人可为我作证。你这个死丫头，血口！他血口喷人啊，还请大人明鉴。是不是血口喷人？我回去一审便知。你们几个，跟我走一趟。对，我们去七秀司问个明白。哎呀，官爷，他们诬告我！
哎，官爷，要不我也与你们一同去一趟七秀司？赶着去七秀司的人，我倒是头一回见啊。我们快走吧，这天色已晚，我们都是些妇人，留在你府上也不合适啊。我们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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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吧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慢着！官爷，可否求您赏脸，给在下看一眼贵司的令牌呀？看令牌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哎呀，妹夫，我们家当天上百人被抄，也未曾见过七秀司的令牌啊！你又何必在太岁头上动土呢？哎呀，这七秀司的人出了名，吃人不吐骨头的。哎，这位官爷，我妹夫他不太会说话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得海涵啊！我们走吧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嫂夫人说的是我失言，给您赔礼了。来啊！哈哈。想来想去，这实在是一招险棋，真不该让他们去冒这个险。万一被拆穿，冒充七秀司，这可是天大的罪过呀！小心！司夫人，司夫人，回来了。司夫人，杨家家庭报官了。报官？为什么呀？他们说家里来了个胆大包天的人，竟然敢冒充七秀司。司夫人，司夫人，司夫人，你们两个扶好司夫人，我去就回。你干什么上楼下？司夫人，司夫人慢点。司夫人，这位官爷，据在下所闻，你们七秀司查案一向都是黑压压的一片，骤来骤去，生事迫人。而你为何独身一人，营夜来访啊？我劝你还是别问了。哎呀，妹夫，你赶紧闭嘴吧，这是你能问的吗？芷儿、贤儿，咱们走走。把门都给我关上，一个都不准走。你，速在下眼拙。哎呦，这面具怎么掉漆呀？啊！对不住了啊！哎呦，这面具是贵司新制的吧？啊！不知死活的人我见多了，你姑父这样的我还第一次见。你还知道我是他姑父？啊！你们七秀司查案还真是事无巨细呀！啊！他们七秀司办案还真就是这样。嗯，终于来了。是谁胆敢冒充七秀司司使啊？官爷，就是此人，还有这些刁民都是从犯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我看你也不是一个铁石心肠、狼心狗肺的坏种，你就帮帮忙吧！我这，你等一下，那姑奶奶，你倒是说清楚，我怎么救啊？建筑里边那个大个戴着面具的大官，你就对他行个礼，再叫他一声司使就完事儿了。你们还找人假冒司使呢？啊，燕先生知道吗？当然知道啦。不行，姑奶奶，你饶了我吧！我们司使要知道我在外面乱认别人当头，我小命就没了。你七秀司吃了我们家多少点心？叫你帮这点忙你都不愿意，你赶紧吧你！我没吃，都是政府吃的，我这没吃几块。哎呦，我不想去。哎呀，你过去，小子！
姑娘，姑娘，夫人们，我把七秀司的茶子给带回来了。茶子，又来了个假货。住口！怎么说话呢？陈爷，您来的正好。眼前这位可是七秀司司使大人的左膀右臂。陈爷，您怎么有空前来呀？小的失礼，情郎君海涵。您看，就是此人冒充七秀司来我们家搜查呀。陈奇，你来的也太迟了。属下该死！这也太卖力了吧！哎，是小的有眼无珠，望司使大人恕罪。他要告局，这2个是证人，都带走。是。哎，官爷，官爷，您不能信他，他这衣服是漏洞的，那个面具还是掉漆的，怎么可能是七秀司的呢？哎呀，陈郎君是如假包换的七秀卫，整日带着我们巡街的。司使大人是他的上峰，他不认得，难道你认得？陈爷，这刁民鲁莽，惊扰了司使大家，以小的拙见，大概长达20啊不，长达30。那个，我平时怎么跟你们说的啊？让你们巡街仔细，怎么能听风就是雨呢？啊！我果真没看错人。司使大人，这里就交给小的，不要打扰，您先休息。走吧，走吧。啊，快走走！司使大人慢走。杨琪，和离书我已经写好了，你自己去看吧。从此我与你一刀两断。你敢？陆飞，来人，给我打！啊！哎呀！哎，不能打我怎么了？大人，哎，你不能！你想做的事儿，还真就没有做不成的。那还是要多谢司使大人主持公道，菩萨心肠。这个燕先生真够镇定自若的，给我吓得我的腿都软了。哎，还是报价机灵啊！他是真敢把那个碴子给拽出来。这话又说回来，咱们家呀命不该绝，那个姓陈的他也真敢帮咱们圆谎啊，要不然呀就出大事了。不瞒您说，我也吓够呛，幸亏他人好，是吧？老夏，你跟我们说实话，那个陈琴是不是对你有意思？要不然怎么会做这么大的事儿啊？不能啊，那个司使是假的啊！他是我们家武先生，那纸姑娘啊，得给燕先生涨工钱了，值当的。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回家再说吧。来，上车，快上车。大嫂，我们先带他们去安置吧。来，你先进去吧。来，小郭，慢点啊。今晚我有事得回司里，明儿我再来找你。那明天见。这丫头，来，你过来。今晚的事情，你同我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我总觉得不大对头。这个燕先生的底细，你查清楚了没有啊？今晚的那个派头，可不是一时三刻就能装出来的。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三婶。不过你放心，燕先生是个好人，这件事情先别告诉家里人。还会跟三婶打哑谜呢。好吧，你放心，我相信你。哎，不会是经理哪家的衙内离家出走吧？快来人啊！四夫人撑不住了！夫人，有理，这样不行啊！这样的话，你说还
终于来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姑娘可算来了。四夫人替杨宅报了官，吓得见红了。银珠已经去请了产婆，可产婆说四夫人动了胎气，眼下情况不太好。那还愣在这干什么呀？先前家里备的那些催生的、保平安的东西，赶紧拿过来啊！对对对，银盆、素衬、深色帕子，还有通草花样、分痛馒头，都准备好了，赶紧去取吧。对，啊，对，还有滚床那些催生之物。有了这些东西就万全了。侄儿，你赶紧回屋里等吧。我得去看看。你去哪儿呢？你不能进去。是啊，你一个未出门的闺阁，怎么能进雪房呢？会冲撞不祥的。四婶是因为我才吓成这样的，那四叔也不在，让他一个人在里面吗？你进去又帮不上什么忙，这是为了玉儿好，也是为你好。哪有女子担云事不祥的道理？我去看看。哎，你放侄儿。夫人，这样不行，四婶，四婶，用力，要不然别说四婶，你自己也受不住。你抓着我，四婶。侄儿，我怕是撑不住。你瞎说什么呢？咱们最苦的日子都过来了，四叔还没回来，我们还要等着他回来呢。侄儿，你听我说。我听，你说。有朝一日，你若是见到平遥，一定要告诉他，我自愿见他，向来都是开心的日子，夫妻一场，一日三生幸事。要我走了，他也要好好的。四婶，你说什么傻话？你还要陪着我们，你还要陪着孩子一辈子呢。我哪也不去。求老天爷保佑玉娘，她还年轻，她第一次做娘，保佑她母子平安。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。挺住啊，挺住！四婶。四婶，夫人，你坚持住啊！夫人，你用力呀！挺住啊，挺住！夫人，夫人，你坚持住啊！四婶，等四叔回来了，他一定是个好爹爹，你们就一起陪着孩子长大，教他读书，陪他玩耍。等天气暖和了，我们就一起带他去放风筝，好不好？四婶，现在就要靠你自己了，我陪着你，你再加把劲，好不好？夫人，挺住啊，挺住！夫人，你坚持住啊！我现在就去帮你请你娘，今天无论如何我都把你娘请来，你等着我。快进去，快去！哎呀，小玉，娘在，娘在，我们都在啊。小玉，你要撑住啊！过了这一切，娘给你做好吃的啊！是啊，玉娘，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。二贵还求了一个签，都是母子平安的上签，你放心啊。是，今天是吉日呢。三阳，你听我说，那年我生侄儿，也如你这般，只有一口气在这吊着，疼得3天3夜，恨不得死了才好。可你看我如今不是好好的吗？啊，侄儿如今不也那么大了吗？你挺住啊，妹妹，你千万提着一口气哈。夫人，用力，夫人，挺住！夫人，你坚持住啊！夫人，你用力呀！用力，夫人！用力！劲儿不太有劲，还是
真好啊！来来来，让我们看看。哎呀，你看这个眉眼，跟玉娘特别像。孩子还这么小，脸皮还带皱着呢，哪能看得出来像谁呀？四婶真厉害。好累。是不是傻呀？啊？我花的蚯蚓比你还多呢。这条归我啦，谢谢你哦。竟然被小傻妞说傻。你说什么呢？啊，我没说话呀。没说话。嗯。那麻烦你认真多帮我爸点行吗？啊，好。嗯。不过说到底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多蚯蚓？阿姐姐说，玉姐姐生孩子之前受了惊吓，生怕留下病根。这蚯蚓就叫地龙，专门治惊险的。之前生孩子我没帮上什么忙，这配药我可得下点心思。你还懂这么多东西了？闹半天这虫子都能入药。那当然，能入药的可多了。那什么，蛤蟆干晒干了也能入药。我之前找了好久都没买到。哎，看能不能容易买。这算什么呀？不就癞蛤蟆吗？看我的！亥氏给你带好吃的。眼下这时节，你怎么还带了冰来？这叫乳糖蒸雪，好吃吗？也不是特别甜，你尝尝。快吃吧，一会儿化了。妍希啊，我以前总说我不信命，但是昨日四婶的情形那样危急，我当时真的是什么办法都没有了。我心里就想着，四叔和四婶都是顶好的人，也没做过什么坏事，一定不会经历这样的大劫的。我觉得吧，冥冥之中自有因果在，善恶有报，只是平日里不显而已，到危难时刻才见分晓。倘若四夫人平日里对你们苛刻，你们还会这样陪伴她、保护她吗？所以这善恶的因果其实不在天，仍旧在人身上。是啊。王爷，宫里来人了。是什么人？是长清内官。王爷，问王爷安。上回那些点心，王爷吃着可好？奴婢又给您送来。那些点心，不是燕西差人送来的吗？许是宫里的小内侍笨口拙舌，才叫王爷误会，是陛下的心意。陛下久不见王爷，心中挂念，常经便来看一看，见王爷安好，奴婢也好回报了。到此。原来如此啊！来人！来人！
王爷，你马上入宫，去查一查一个叫庆祥的小内侍，现在什么样了？是。见王爷。他办的怎么样？属下探听到，那个叫做庆祥小内官昨儿里突发恶疾死了，据说是误食了毒药。啊！一群女流，不懂个法字。哎呀啊！哎呀！和离，想得美！老子要击鼓鸣冤啊！他杨琦敢去报官，我们有什么不敢？咱们今日就去衙门同他论论理。我们所有人一起陪着你到衙门去。谢谢，谢谢。走吧，姑母。走走。殿下，灵王世子来了。乌远西来了。是。怎么，殿下公务繁忙，无空见我这个闲人了？殿下，灵王世子来了。乌远西来了。是。怎么，殿下公务繁忙，无空见我这个闲人了？今日是刮的什么妖风啊？竟然飘来这么大朵云彩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自然是有事要跟殿下商量。不会又让我包圆哪家的点心吧？哎，上回买了那么些，就吃了一口，甜的牙疼。怎么会呢？殿下司掌大理寺，说起来，这刑律官司也算是您的分内事。你可别卖关子啊！就你这表情，我一看就知道，肯定又在打什么坏主意。怎么叫坏主意呢？殿下不知，今日有人在府衙击鼓闹和离。和离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和我什么关系？没有冤情，全靠殿下今日做个活青天了。堂下何人？状告何事啊？小女姓花名芷，现是花家家主。我姑母花贤15年前嫁与杨琦，如今想要与他和离。原来如此，妇人花贤，你这是想休夫啊？回府尹，民妇与杨琦在家中度日如年，再也不愿与其过了。向来夫为上，妇随从，敬顺之礼，乃妇人之大礼也。哪有说不想过
就不想过的道理啊！谢王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今日大理寺得闲，听闻这里有奇案，你来看看。他怎么来了？坐。花纸，我想起来你是谁了。我是谁？与我姑母的河里案无碍。方才说到哪儿了？回殿下，杨琦侵占我姑母的嫁妆，分文不剩，常年打我姑母，我姑母身上的伤痕便是铁证。可有物证？有。这里面一份是我姑母的自诉状，一份是我姑母出阁时嫁妆的单子。我姑母身上的旧伤、新伤皆由京中3位名医就诊，白纸黑字皆有凭证，桩桩明白，件件属实。若殿下有什么不相信的，可以叫个婆子来当堂验伤。殿下，殿下，您得为草民做主啊！草民也知晓例律，也问过壮士，似内人这般情状，连折伤都不算。若是男子打了几下妇人，便要判和离，那天下还有能过得下去的夫妇吗？依你看，该怎么判？回殿下，依大庆律，夫殴妻，非死非伤，不论；至折伤之上，还减凡人2等。这妇人花闲，非死非伤，理应勿论。正是。府应有所知，大清律中亦云：若已是夫妇之意，皆以凡人问你。像杨琦这般侵吞妻财、殴妻伤子，更有甚者，前几日将我囚禁，想要索我性命，早已失去了夫妇之意。殿下，草民乃杨琦与花贤之子，方才花姑娘所言句句属实，草民可以作证。你好一个铁嘴钢牙的花大姑娘啊！不错，确实有这么一条。殿下果然博闻强志，我们所要求的并不多，只要杨琦与我姑母和离，并且赔偿我姑母200贯。哎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哎呀，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，这就200贯呐！啊！花大姑娘，这200贯钱又为何而来啊？杨琦侵吞我姑母的嫁妆180贯，这几日我带着姑母寻医问诊，花费了3贯，加上我姑母日后还需抚养幼子，只要200贯，已经是念在了夫妻情分。姓杨的、贤儿的价格，你给老娘通通吐出来！他2家既已失和，本府可以判和离，只是这罚金嘛，与大庆律是没有的。大清律是没有，可是民风2年、6年、11年皆有先例。你口中所举，皆是我皇祖父还是皇子，皆兼任服役时的判例。殿下明鉴。也罢，准杨琦与花贤和离，令杨琦于1个月内上缴200贯钱，判与花贤。违者收押。杖100。殿下，你们这是要我的命啊！我们才不要你的命，我们要你卖房卖地，欠债还钱。你，人呢？哎，我说这种牙尖嘴利的女子你也敢招惹？不怕哪天把你也给告了？我不怕，殿下自己小心便好。
我可没有这等风流债啊！你看看你现在穿成什么样，去人家家里帮闲还帮出瘾了是吧？有段时间没去了。你不会认真了吧？兄长以为呢？哎，魏延熙，咱俩打个赌。赌什么？1个月后，若你还没有厌他，那我就送你们一段鸳鸯锦；3个月后，若你们还可以卿卿我我，我就送他一座白玉观音。若再往后呢？还往后？难不成你们还能厮混半年？好。哎，这回你可欠我个人情了啊！哎，我只说让你做回青天，可没说过叫你帮谁。堂堂世子不许耍赖啊！你还是好好想想，该如何还我这份人情。我一个无职无位的闲人，哪里有本事还你献王殿下的人情？若是领兵打仗，朝中的青年将领皆不及你。现在天下太平，哪里有什么仗可以打？这人情我怕是还不了了。世事难料，且走着瞧，说不准便有机会了呢。怎么说的，好像您已经料到了似的。话不可以乱说啊，还是喝你的茶吧。这茶确实不错，我拿走了，在你的人情簿上一并记下吧。哎，顾衍熙，你这次打北边回来，越发惹人嫌了啊。说起来，你同你的父亲又如何了？听说父皇强令你们重归于好。告辞。这顾家的父子造了什么孽？还是一同喝好茶。头儿，那个，说，林王府来信说林王爷叫您回去一趟，好像是林王爷身体不太好了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了。行了，就寻到这儿吧。上回灵王殿下可是勃然大怒的。王爷这几日不知怎么了，夜里不许任何人靠近寝殿，也不许府上有暗的地方，屋里照得灯火通明的。听说是怕有人害他。哎，我也听说，王爷现如今生怕天黑，也怕睡觉，一日憔悴不已。走，回去吧。世子，王爷寝殿着火了！你看中的那个宅子在哪儿啊？就在这条街的街尾，小是小了点儿，但是正好我们母子住，反正抬脚就能见到你们，不能再近了。虽然上学也方便。那明儿我陪你去看看，给你长长眼。好。芷儿，咱们的家主，给大家说几句吧。哎，
位，今日这宴席，一是为了庆祝姑母和随安终于开始新生活，二是为了庆祝四婶母女平安，给我们花家再添了一个小姑娘，大家一起喝一杯，干杯！来，干杯喽！喝。四弟妹不能喝酒，你呀，你跟他是最好的，你替他喝了吧。芷儿，来来，那我替四婶再喝一杯，再给我来一杯。好吃话。真是好啊，这花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家里的人不是多，是都回来了，是让芷儿都接回来了。哎呀，以前我觉得我们女人嫁出去以后啊，就两头都没退路了。可现如今，二贵回来了，贤儿又脱了苦海，我这么看着，心里面就觉得特别踏实。反正以后我们遇到什么事，我们都有家可回。无论如何，咱们的花纸，谁都不会扔下的。芷儿，我谢谢你。你们快尝尝这个。我也谢谢你，大姑娘。二贵，手动。娘，你们两个啊，笨嘴拙舌的，都不会说话，不会说不要说。我看呐，我们每个人一个一个的敬芷儿一杯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干杯！顾妍希，今晚的月色真好。你在哪儿？妍希，让我抱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好。你怎么了？你别看我，看看天吧。今晚的月色很漂亮。好。那年上元节的月色你还记得吗？很美，就像今天一样。出什么事了？梁府着火了，同他的主人一起。明日便会议论四季，可这些议论终将归于沉寂，就如我母亲身故一样，变成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和永不见天日的真相。今日宴席你没来，府东调了几壶好酒，你错过了。是吗？那太遗憾了。你想尝尝吗？世界把光都带走，
陛下，都办妥了。20年了，这道疮疤总算是接过去了。燕西心里的那道坎儿也能过去了。大官，这拿着吧，陛下赏，你差事办得好。多谢陛下，多谢大官。昨天夜里灵王他说是意外走了谁？哪儿来那么多意外？真是没想到啊！官家做了20年天子，头发都快白了，杀心还是这么盛。宫里方才传令，请殿下查清灵王身故的案子。叫我查清，这分明是让灵王来敲打我，让我千万要小心，不要成为他心里的那根刺儿。否则，来了，艾草汤来了，小心烫啊！都靠两边。哎呀，来了，艾草汤来了，小心点儿，跑得快可没赏钱。三夫人，今天我可不能听你的喽，我等着4分赏。哎呀，我都不记得了，上次咱们喜儿会是什么时候？哎呀，是多少那时候呢？这恍惚间竟然过了5、6年了。哎，纸丫头呢？再不来这水多凉了。哎，只要事多，三嫂全操办便是。那好吧，来，添盆了，添盆，来，是我的，哎，快点，都好了吗？好了吗？来，玉娘，把孩子的手啊放到这艾草汤里面洗洗，慢点，小心。还有我的1份呢。哎，芷儿，你们来的正巧，赶上了。叶先生也来了。叶先生，你看这孩子可爱吗？非常可爱。那既然可爱，可不能白看哦。人家叶先生是客人，来了就是心意，不要让人叶先生破费了。你就别管他了，他呀掉进钱眼里了。啊！今后也是我的学生，见面礼自然也是少不了。哇！不行，叶先生，这太贵重了。待他长大了，我再包一份更重的。哎呀，你跟燕先生客气什么呢？礼再重，东家在这儿呢，还能饿死燕先生不成吗？是啊，纸丫头，记得替我们给燕先生涨月钱。哎呀，水都要凉了。来，小手，哟。我看这孩子以后啊，比芷儿还能挣钱呢。那他可要长快些，多多帮帮我。芷儿，你抱抱。能给我抱抱吗？哎，玉娘，孩子是不是还没有起乳名啊？你这个当娘的，赶紧给孩子起个名字呀！我读书浅，一时想不到什么好名字，容我再想想。这个简单，你呀准备一盒点心，去找穆先生问问，这马皇都里数他的学问最好了。就是，赶紧去吧。其实啊，我单独给他备了一份礼。你什么时候学会乱花钱了？这怎么叫乱花钱呢？我找太和酒楼买了18坛最好的石冬春，买到紫皇居的竹林里了。芷儿，他是我亲眼看着生出来的，我怎么疼爱他都不为过。四婶，你是不是想等四叔回来了再给女儿起名字啊？我还在闺中时，没想到会遇到他那样一个人，成了亲，也没想过我们有孩子的情形。
如今有了孩子，不想竟是这样的境遇。其实我一直都好奇，像你这样娴静的女子，而我四叔又是家中最浪荡不羁的，你们怎么会相识相知呢？说了你可别笑。我年少时歌喉甚佳，闺中无聊时常常放歌自娱。身为官宦闺秀，唱曲儿可不是什么光彩的喜好，所以我只能偶尔在花园里唱一会儿，自娱自乐。这牲口真不解风情，快听，想来瑶池仙音也不过如此。唱得好，娘子歌喉当属皇都第一。敢问娘子师从何人呢？这人是谁？世上怎会有如此冒失的登徒子？走。马儿啊马儿，你说今天还能听得到吗？姑娘，我听门子说那个小王姑天天在咱们墙外站着，真烦人。他站在外头做什么？那谁知道？不过姑娘你别怕，他要是敢做什么，就叫老爷打断他的腿。可他也没做什么坏事啊。姑娘，那上面写的什么呀？谁知道呢？哎，又来一个。昔日闻君歌一曲，如听仙乐耳暂明。什么歪诗？他极懂音律，我每唱一曲，他便在风筝上写字评点。与其说是评点，不如说是夸赞。那时我才明白了什么叫知音。后来，他每日都来听我唱歌。姑娘，姑娘，风筝来了。来了，便将风筝放起来，我就知道他在墙外了。我不知他长得是高是矮，他也不知我生的是美是丑。就这样，整整半年。楼中弄玉吹箫吕，同学丹山凤凰语。凤凰来不来？箫使行云再可许。弄玉箫吕，凤凰语。马儿跑，驾！娘子等我，我马上就来提亲。想想都有点后怕。我与他素未谋面，只以音律相交。倘若他面貌丑恶，倒也罢了；若是此人品性败坏，或者心思奸邪，就完了。
可你还是嫁了。是啊，若叫我再选一次，我还是会嫁。情至一次就是如此，就像闭着眼睛往独木桥上走，明知一步差池便会粉身碎骨、万劫不复。但这句话我不说出口，这一步我不走出来，此生一定会觉得遗憾。如今想想，没见过面便深许他人，虽然可怕，但一想到我若是错过了平遥，此生无法与他结缘相守，那才真是可怕。我这辈子最大的运气和勇气，都用在那一日。四叔也选择迈出了这一步，他也过了这独木桥，所以才有了你们这一对佳偶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喜欢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花季进账是细水长流，积水成渊，钱箱已建满了，不知他们在北地过得如何，可有衣食？快点干！干什么呢？吃白饭呢？老子今天让你吃鞭子！让你偷懒，偷懒！让你偷懒！你住手！我二弟文若自幼身体就不好，他方才失手绝非故意。即便我们是罪人，在这300城驻马修墙，也是为守大清边疆尽力。你是差官，实的也是大清风容，怎能这般肆意凌虐，把他人当作牛马般羞辱？大哥，别说了，折辱！还在这给我咬文嚼字，摆世家大族的谱呢！老子手里的鞭子可不任你姓甚名谁，想替你兄弟出头是不是？好，把他今儿的活全干了，干不完你们谁也别想走！你敢？这有点小意思，咱俩去喝口酒，暖暖身子。这点钱想替他求情，你也不撒泡就照着自己几斤几两，还以为自己是朝廷大员呢？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家！拆！哎呦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干嘛？你不知道，吴将军今儿来巡查，别的差役都赶过去了。吴将军，哎，九四，吴将军真的来了。啊？你呀，大小就没劲。想不到我们都这把年纪，却过上这种日子。大哥，我还是担心家里，担心波璃他俩过得好不好。这鬼地方，孩子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去。你闭嘴吧！父亲那把年纪，如今还在坝上搬石头，你们倒自怨自艾起来了。堂堂清水男儿，这点苦都悲叹呻吟，不如妇孺小儿。他们留在家里，想把日子过下去，吃的口一定不比咱们少。二夫人，你给李哥做了宵夜啊？啊，是的。我也乏了，你陪他一会儿吧。二夫人，你给李哥做汤啦？是啊，他晚上用功，容易肚子饿。啊，这个点心是我现学的，我刚刚第一次做，跟福东肯定是没法比，但是我尝了味道，不丢人的。所以呢，您一起尝尝嘛。来。娘，
你也吃一块吧。这个汤我也是第一次做，你尝尝咸淡。哦，好。好喝，好喝。又这个数了，肯定没算错。算了3遍，肯定没错。竟攒了这么多钱了，当初哪能想到呢？三婶，把大家叫到堂屋，我有话要说。哦。好端端的花这个钱请画师来画我们娘俩做什么？大姑娘安排的，具体我也不清楚。芷儿在哪儿？我去问问她。在堂屋里头跟大家商量事儿呢。行，你帮我看一下孩子。嗯。芷儿，本想晚点叫你的，你倒着急，赶紧坐。大姑娘，把我们都叫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还得陪李哥做功课呢。花季经营至今，钱库里的盈利已经有50万了。50万，这么多？50万。我记得你说过，如果攒够了50万，按照那个大庆率，那娘，咱们真的赚够了一笔赎钱，能赦免流放之罪。哎呀，我的个亲娘啊！当初大姑娘说这话的时候啊，我就当她发梦了，那没成想真成真了，哎，了不起！但是这笔钱只能赎回一个人。是，所以今日叫大家来，是想同大家商量，这笔钱咱们该如何用？若是赎人，又该先赎谁？我是觉得祖父的年纪大了，应该先把他接回来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呢？只有一份钱，当然要把老太爷先赎回来了。伯鱼这样的半大小子，有什么苦吃不得？你这个主意我没有意见。哎，那到哪儿去赎人啊？这个钱又交到哪儿啊？娘，祖父他们现在在北地一个叫做300城的地方，这笔赎钱得送到那儿，交给300城的衙门。所以我决定10日后便启程带着这笔钱去北地。那这么说，你能看到伯鱼他们？还请大家赶紧制一批衣裳鞋帽，再带上药材吃食，有多少带多少。好，好，好，现在就去制备，现在就去制备。我跟你去，来，都去吧。哎，你们赶紧去准备。芷儿，你请画师是为了带着我们娘俩的画像北上，是吗？我准备给四叔一个惊喜呢。我这就回去给画师赔不是，得请他把我画胖些，平阳看了才放心。芷儿，我净高兴了。你去北地是一个人吗？自然不是，便是外出行商，也会带上家丁护院、车队马匹。对，哎，那叶先生是咱们护院的头头，他是不是也陪着你护着你啊？他还有些其他的事情，我就不麻烦他了。他是每个月在咱这儿拿月钱的，什么事有你重要啊？哎，娘，你就别操心了。姑娘，迎春，燕先生几日没回来了？总有个3日了吧。姑娘，
燕先生在外边当的是什么差事呀？怎么一忙起来连个音信都没有？他手里都是些要紧的事儿，不回来也行，平安就好。北上的事情等他回来再告诉他吧。好。小心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快，退让！哦，没错，他就是前两天跑脱的赵国探子。皇都内外，赵国探子的老巢都搜遍了，这又哪冒出个独狼来？可能是来送信的吧，运气不好，让我们给撞见了。空的？不是空的，我来晚一步，让他给吃了。吃了？再晚点连桶都吃了。刚死一颗，纸还耗不掉。剖了他。头。此人前日携密信入境，尚未送出就被截获，抓捕至此境。真没想到啊，吴将军，朕亲封的镇北大将军，竟与昭人表里为奸。这样的人替朕守边，那与开门一刀有何区别？燕西，替伯父处置了他吧。陛下，我在北营戍边10年，深知吴将军其人其行，此事恐怕另有隐情。如今大将凋零，若再是吴勇，北地几乎无将可守。即便新调将领，恐怕也难以服众。你意思是，他是冤枉的？吴勇是否冤枉，臣不知。事关重大，臣愿意亲去北地查个清楚。若他当真与昭国勾结，我定将他就地正法。哦，这么着急北上，咱什么也没准备啊。你不去啊？不去换个人。头儿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咱多带点衣裳。哎，四婶，他不去，我去，我还没去过北边呢。去，小孩不能出远门。头儿，咱就算快马北上，往返也得20多日，那花家那边您就不去了？我会跟他说的。慢点儿。哎，烫，可可来给你夹一个。哎，别拿这个，还没烤透呢，这个好了。小心烫啊！哎，叶先生回来了。叶先生。哎，叶先生，过来吃个橘子吧。啊，不了。你们见到花纸了吗？方才放客时他还来了呢，在小教场转了一圈就走了。这会儿大概在账房。我去看看。